为什么在广州找工作那么难啊？我想找个快递分拣的活都找不到，都不要人了。现在，曾几何时，中国就业市场充满活力，尤其是一线城市如广州、上海、深圳，一直被视为是机会之都。但如今呢，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经验丰富的职场人士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求职困难。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这么难吗？本人今年28岁，大学本科毕业，工作经历5年，自认为能吃苦耐劳，能言善辩，但面对如今的就业环境，也是陷入了自我怀疑。前2年刚来西安的时候，第一份工作5000加双休，第二份工作4000加双休，没想到现在想找一个4000块钱的工作双休都找不到，就业形势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？毕业后才发现，现在这个社会本科遍地走，专科更是一抓一大把。这个时代，大学生真的很难出头。我大学学的是会计类的专业，我天真的以为毕业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，结果毕业即失业。找工作到处碰壁，不是卖保险就是销售或者是电销主播的，工资也就2000多3000块。如果说你读的不是985或者211、清华北大之类的知名名校，然后你读的又不是那种好就业的专业，又恰好父母没有背景，没有能力的话，根本就没有出路。这位女士毕业后失业，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待在家里，一边焦虑未来，一边承受父母的质疑与压力。23届毕业有没有找不到跟我工作，一样，就是23届毕业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工作的姐妹们？真的每天都好内耗呀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考研呢，一志愿又没考上，然后考公考编又没岗位，本科的专业又是那种天坑专业，基本上考公考编都没啥岗位。找工作自己想找的工作呢，就是卡专业卡得死死的，自己的专业根本就是没有工作可以找，每天都在家里啃老，还要面对父母的压力。父母就经常说什么啊，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人家初中生都能找到工作，你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吗？供你读书这么多年，白花这么多钱了。真的每天听到这些话，真的好烦好内耗呀，压力好大。大家都是怎么办的呀？我已经在广州待了半个月了，一份工作都没找到，我都要崩溃了。广州好，机会多，人才也多，我倒是没想到，我半个月我在找不到工作，我还以为我在广州轻轻松松能找一份还可以的工作，还挑三拣四。我现在只想一个工作收了我好麻根。广州工作这么难找 ，boss 上刷好面试结果什么？我会通知你的，结果没有通知，刷 KPI 吗？过去人们总以为高学历就意味着好的工作，但如今呢，即便是名校博士，也难以逃脱求职无门的现实。他们不仅面临竞争激烈的市场，还要承受学历贬值带来的落差。前段时间我和我一个弟弟联系了一下，他是武大的博士，但是他和我说他投了20个简历，没有一个中的，我都惊了。我当时是很不相信的，我想一个武大的博士怎么可能啊？是不是没有好好找？是不是要求太高了？但是他和我说，企业和一些小学校他都投了，然后招聘会也频繁的去了，但就是找不到，只能留下来做博后了。大家好呀，今天和大家聊聊天。然后我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呢，一直碰壁。最近我就发现我的情绪一直都比较down，就是很低落。然后不积极，然后做事情拖延，整个人都犯懒，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欲望，感觉不到任何的希望啊，还是什么，也不想去晒太阳。我知道我要去外面走一走，但是我就会一直待在家里，不愿意去行动，然后对自己有一点点失望感。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抑郁的倾向或者抑郁情绪出现了。我就是感觉我是不太正常的，和以前比没有情绪，不会开心。我好想让我自己开心起来，但是又感觉太平淡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找工作把我折磨的变成这样了？你们感觉像是抑郁情绪吗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？
对于许多30岁以上职场人士来说，求职难度甚至比刚毕业的大学生更大。曾经的职场经验，如今成了年龄门槛，面临生活的压力，他们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了。从来没想到30多失业，找不到工作。前几年我找工作真的很容易的，简历随便一丢，很多人找，从来不担心找不到工作的。现在30多了，发现原来这个年龄真的很难找工作。那些还没有到30岁的，抓紧去考公。真的，外面的不好混，年龄大找工作不好找，因为也不稳定。有机会出国的话，还是愿意出去。国内实在是感觉更好。今天又去面试了3家公司，然后呢都被拒了。原因的话呢，就是说35岁太大了。其中有一家公司是朋友介绍的，他跟我说，要不是因为朋友介绍的，35岁这个年龄他几乎是不看的。我真的觉得挺讽刺的。好在就是我自己未婚未育，没房没车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说出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总的来说就觉得挺讽刺的。厦门呢又是一个物价特别高，消费很高，然后工资又很低的城市。我在想我要去厂里面打螺丝啊，厦门还是有些厂了好吗？但是我自己呢又从来没有去过工厂。我在想如果进了工厂以后，估计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。35岁中年危机真的挺惨的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，就是找不到工作，35岁。人们呼吁企业应当给予大龄工更多的机会，放宽年龄限制，让那些仍有能力和经验的人们继续发挥价值。年后我希望所有的工厂给大龄工一条活路吧，把年龄放到60岁以内，不要动不动就把年龄卡到了45岁以内。而那些45岁以上的大龄工都找不到工作。还有有些工厂老板是真的黑心想着现在找工的人多了，年轻人也很多，就开始压榨降工价，来逼迫那些已经在职的大龄工，逼他们走。他们做事又不差，人都有老的那一天。将心比心想一想他们离职之后可能真的就等同于失业了。很多年轻人做事不稳定，干不了3-2天就要提前跑路。这大龄工呢，他们基本上都有负担的，干活反而更踏实更稳定。工厂老板们我劝你们多为大龄工考虑考虑。随着经济下行，企业裁员潮一波接一波的，很多人辛苦工作了1年，却在年末突然被通知失业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年底各大企业裁员真的很恐怖？我公司是裁了30%左右，我也被裁了，包括我好几个朋友都被裁了。我朋友他公司直接给他降薪调岗，给他安排很多任务，每天都在打压他，他真的每天过得很痛苦。所以在这种大环境经济不好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提前调节一下劳动法。公司立马让你走的话，应该给到我每个 N+1的赔偿。如果是辞退你就给到 N， 他是提前了1个月通知你的话，他就直接给到 N 就行。在离职之后想申请失业金的话，就要公司在你的离职书上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，你就可以去领失业金了。能拿到的就一定要去拿到，因为我替你们试过了，工作不好找。就有些公司年终裁员真的太损了。我有2个哥们儿跟我说最近被裁员了，就我实在不理解那些大公司的人性在哪儿。说马上过年了，让人上哪儿找工作去？一整年辛辛苦苦，有善始没善终，一个好年帮人家过，就为了省个年终奖不给人发。就每到这个时候，互联网公司就会大量裁员，确实能给公司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。这帮人他不怕做损吗？老实说其实这个时候不给年终奖是违法的，但是公司就是有各种理由不给你，说你某些工作没达到预期，让你临走还背个低绩效，然后不给年终奖。最损的是这个低绩效真的会影响你找下一份工作。说了之后你肯定不相信。你现在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跑网约车的干代驾的越来越多了？很多大公司哐哐的裁员，小公司直接干停了，倒闭了。这那些失业的人现在到底干啥去了？今天出去溜达一下，发现现在满大街干骑手的、送外卖的最多了。很多商场的商铺都是空的了，门上都贴着不招租。他也是旺铺，他还用招租吗？你说以前的时候商场人山人海，现在没大有人了。孩子的游乐场现在也是空荡荡的，没几个人。就连卖八字肉老板都说现在的销量比以前少了接近1半。现在很多商铺表面上看着不错，自己当老板，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在应征。即使有工作的人，也可能因为企业经营困难而迟迟拿不到工资。
在这场经济寒冬中，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方式。就这么说吧，今年所有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自媒体账号搞钱，所有的从前你扯不下脸的、不敢拍的、怕被别人看见的，为啥现在都不害怕了？因为更害怕的是都比脸干净，钱不好挣了。你看看近几年的就业形势，我不能说能不能挣到钱吧，能不能先养活自己都难。你说那些企业真的不缺人吗？那为什么现在已经在上班的人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、完不成的工作？既然工作量是完不成的，那么为什么又不招人？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小区的阿姨给我说了一个事情，就她隔壁嘛，不是有几个幼儿园的老师在她隔壁住，敲这个阿姨的门，然后给阿姨说：“阿姨，能不能借你家点油？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，现在油都买不起了，想借点油炒点菜。”阿姨觉得就挺可怜的，就把剩下的那个半桶油全部都给他们了。后来听说就是他们这个幼儿园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发工资了，去年过年的时候就每个人就发了500块钱。现在感觉现在是好多人都找不到工作，但是有工作的又发不起工资，就感觉人来这个世上就好像是渡劫一样，每个人的苦难都各不相同。希望不要再遇到这种事情了。没找到工作的，你先不要来上海了，找到了工作再来，因为你来了之后不会是以前那样，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先去送外卖。现在马路边上，就我们这地铁口楼下，中午那路边上坐了20多个外卖员，都没有单子，没有活干。去年我朋友他去送外卖，过渡一下的时候，一天还能跑个200块钱呢。就照现在这中午这单量，一天我感觉他们跑100都难。你别说什么没活干去送外卖了，现在外卖员都饱和了。这位女士描述了她所见到的唐山现状，一个曾经依靠重工业繁荣的城市，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危机。你知道唐山今年有多少失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吗？那些待业的人，他们又都去哪儿了呢？唐山的现状现在说出来，大家有可能都不太相信，但是你出去看一看，每条街上基本上都有出租、转租、转让的店铺。如今这个现状就是送快递以及送外卖的人都特别的多，而且是接近于饱和的，狼多肉少。而且现在唐山属于一个高消费低收入的一个城市，消费非常的大，成年人现在一份普通的工资基本上是养不了家的。现在菜价比肉价都贵，那点工资只能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，更别提什么小孩上学的费用、家里买衣服的费用、暖气费等等乱七八糟的费用。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份这个稳定的工作，还能给你交保险，然后呢又能正常的发工资，那就别朝三暮四的了，老老实实上班吧。裁员潮导致就业市场更加混乱，而求职者焦虑情绪也让骗子们有了可乘之机。高端就业的骗局便是其中之一。许多年轻人为了求稳，不惜支付高额的费用，希望通过所谓的内部渠道进入烟草、电网等单位。然而呢，现实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广东潮州林简易曾在法院做合同工，收入微薄，供养一家人都很吃力。为了改变命运，他通过亲戚联系上一家高端就业安置的中介，对方承诺只要支付52万元，就能直接安排进入烟草局，连面试和政审都是走过场。然而呢，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不仅没能入职，还被骗走了28万。而像这样的骗局并非是个例。2024年11月，兰州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，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元，受害者多达400余人，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。这些团伙虚构岗位，骗取高额的费用，最终让求职者血本无归。不仅是高端就业骗局，越来越多求职者在日常找工作时也屡屡掉入新型的陷阱。找工作差点又被骗了。昨天在我投完智联招聘上很多岗位之后，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的内容是 AI 面试。虽然这个短信上没有标明公司，只有一个链接，我还是相信了。结果今天起来之后，我就点了那个链接，点进去发现它就是一个让你下载一个 APP， 或者说去小程序上面试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点觉得不靠谱了，因为之前我接触到的 AI 面试，它是发那种邮箱给你，点进链接就直接是你的面试内容，没有说让你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再去面的。但我还是去小程序上看了，结果小程序上也是登录之后 AI 面试上没有任何关于那个公司的信息，就只有一个岗位是什么开始面试，没有任何公司的信息。我就觉得好奇怪，我就又去小红书上搜了一下，果然这又是一个骗局。小红书上有的人也收到了一样的短信，他们说这个就是小程序的开发商在免费找人测试他们的 AI 技术。来北京的寒假工注意了啊！北京的骗局，招工的骗局是非常的多的，
很多学生愿意去找这种包吃住的保安的活，但是呢，一看到6000到8000的待遇，就觉得我还挺值钱的，哎，我就去干干这个吧，反正也是个玩儿，对不对？但实则你们已经掉入圈套了啊！你们每个月最多只能拿到一个2200块钱啊，剩下的告诉你们什么另外一个单位给你们发的实习单位那些补助，全部都是骗人的。如果你们想告，对不起，你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因为你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经验，明白吗？所以更多来京务工避坑，记得关注我。希望这些案例能帮助大家提高警惕，在求职时擦亮双眼，避免掉入陷阱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